穿越女与七皇子一起被扔进冷宫，他的任务是攻略七皇子，并除掉我这个大反派。可他下不去手。你要干什么？住手！现在我是七皇子，你可以攻略我了。奶奶说，我从小就心狠手辣，不择手段。又做什么了？我给乖孙做的2个红薯被他吃了。站墙角去，好好反省。主要输在力气悬殊，要长力气就得多吃。以后还敢？以后是要去换彩礼的，怎么敢吃肉？既然要去换彩礼，那我比弟弟有用。凭什么他肥得像猪一样，天天吃得满嘴是油，而我瘦得皮包骨，却只能喝他剩下的汤？在这个家，弟弟是人，而我是工具。你这个赔钱货！住口！疼死我了！疯子！他们认定我是个疯子，疯子是不能给他们赚在彩礼的。皇宫召清白民间女做扫洒婢女，最下等的活儿，可到底是进宫。身家清白，清白，干活也利索。20两。走吧，以后别回来了。他们很高兴，终于摆脱了我。我也很高兴。皇宫总不能吃不饱，可入宫后我发现真有可能。今日起，你们就是宫里的扫洒婢女，低头做事，少说话，少惹祸。进宫时我8岁，被分到最偏僻破败了的冷宫。你跟我走。别的女孩被领走时都想家哭泣，只有我被嬷嬷领去冷宫时兴奋异常。要去冷宫还这么开心，真是个傻子。嬷嬷，冷宫的饭能吃饱吗？原来就图一口饭。那我图什么？嬷嬷，那怎么吃饭？从这里塞进来，这是规矩。饭来了。公公，饭馊了。没钱还想吃好饭？原来天下最富贵的皇宫也吃不饱饭。我有钱。公公，你把手伸过来。哼，拿来。我没好饭吃，这是我娘的遗物，她曾经是一位医女。给你好饭。你先吃。什么？我怕你下毒。明天也要这样的饭。知道。冷宫的生活安静平稳，本以为日子就会一直这么过下去，直到那个人的出现，彻底改变了我这个小宫婢的命运。之前送饭的公公呢？没了。没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没了。宫里出事了。于飞被赐死。送饭的人换了一个，新的太监很刻板，但也没克扣我的饮食。大人物的存亡和我没什么关系，至少我原本是这么以为的。系统，我怎么重生到这里啊？我没学过历史，帮助七皇子，这小屁孩儿，可我帮了他，他日后会和我虐恋情深啊！最后我还要为他废2条腿。那个小女孩就是你说的大 boss 妖后沈清晨，你要我下手搞她，可她还是个孩子啊！沈清晨，那是我娘给我起的名，极好听。后来她走了，家里没人再这样叫我，他们叫我二妞，又土又俗，但他们说适合我。我之前从没见过她，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七皇子，男主角，妖后，大 boss。你要干什么？大 boss 把男主角搞没了！没了就没了，大不了就是9族，还能拉我那些家人垫背，值了。你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，对吧？要回去你的世界，就得完成攻略。现在我就是七皇子，你可以攻略我了。我对这个选定的同盟者有点改观，因为他能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看来现在我们成了一根藤上的蚂蚱，要不要合作？怎么合作？我称帝，你回家，怎么样？我叫洛斐，是穿越女，来自另一个世界。另一个世界？那里不仅人人都能吃饱饭，而且人人平等。我在那里是一名警员。警员？那是什么？就是武林高手。那你绝对能帮上我，我们是天作之合啊！我可以从皇城的屋檐上出去，帮你打听消息，那可太好了。后来我发现他会的不只是武艺。第一次出去收获不大，这还不大。可是小陈，我们怎么出冷宫呢？你见过熊瞎子吗？熊会在最冷的时候冬眠。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蛰伏，这是我娘教给我的。下次出去，你能不能搞些书来？书？我对宫廷知道的太少，得多学。明白。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？你只说要书，没说要多少。目前最重要的信息有6条。第一，皇帝沉迷修斗道炼丹，国师说是什么他就信什么。第二，皇帝现在剩下3个皇子，太子李成，2皇子李锦，5皇子李熙。第三，
太子李成沉迷女色，身体一直不好。第四，太子是元后所生，皇帝和原配感情甚多。五皇子李熙是献皇后所出，也就是说，太子占名分，五皇子占献皇后的事。第五，太子是正统储君，得到满朝文官支持。第六，献皇后是武将世家出身，五皇子暗中拥有武将势力。地狱开局，他总会说出些新鲜词语。后来我逐渐懂得那些词的意思。你的那个系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吗？他说想知道，得用积分来换。你现在还有多少积分？积分呢？败家孩子，还不是给你换猴格了？哦，我本来问你要不要换成男生，我喜欢女子身份，但这里是你口中极度重男轻女的世界，为了瞒天过海，是得长出这个。可以弄掉的。什么时候？等你登上帝位。当务之急是先从冷宫出去。那时的我们也没想到，这个时机来得这么快。父皇，儿臣自封地归来，特献祥瑞白狐，愿父皇万寿无疆，国运昌隆。陛下，此狐非祥瑞，乃狐妖显示。狐妖，正是。此妖若不除，必乱宫闱，祸及江山。父皇，儿臣冤枉，此狐是祥瑞，绝非妖物。二殿下自封地携妖而归，妖气已缠身，唯有以二殿下献祭，方可除祸。将二皇子下狱，择时献祭，除狐妖。父皇，我这父皇也太迷信了点儿。快来搭把手，注意是你出的，咱们能不能出去，还要看你这个便亚父皇到底有多迷信。真正的七皇子彻底化为飞灰，再不会有人找到我假冒的证据。走水了，冷宫走水了！快喊人来！今日宫中所有人都在太极宫，二皇子舍身祭狐妖，没人真正在意冷宫。差不多了。这是什么？小把戏，我们之前还能手操信号弹呢。去吧，该你表演了。这是吸引狐狸的药膏。门外的人声越来越多。七彩光霞有吸引力，皇帝最迷信，他不可能不管这道霞光。谁在里面？有人吗？快带我去见父皇和二哥。我算出来他们受狐妖挑拨之劫，我能救他们。我只能赌皇后要救二皇子，赌二皇子对五皇子还有用处。您是？罪人生母于氏。于妃，竟是七皇子，请随老奴来。事态紧急，皇后想救二皇子，我说有办法，他们肯定会试一试。毕竟一个冷宫的废弃皇子能翻起什么风浪？大不了用完我就扔。吉时将至，陛下，妖狐之祸今日可除。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站住！你们怎敢对七皇子动手？断魂散分量足以毒倒3个壮汉。狐妖已灭！荒唐！妖狐岂会如此轻易？妖孽已除，祥云锐气，来贺我军。阿飞告诉过我，这是变戏法。他那个时代，人人都不会当真，但这个时代没有科学，人人都会当真。魔术会使我看起来如神仙下凡。参见陛下。父皇，儿臣8岁时，灵宝天尊入梦，教导儿臣断命算运。儿臣算出有妖人假借白狐之乱，挑拨父皇与二皇兄关系，使父子离心。儿臣求父皇为天下除去妖人。妖人是谁？叶国师，他是妖。我师父前1个月日日入梦告诉我的。笑话！陛下，臣要与七皇子斗法。那是我人生中最凶险的一场局。虽然阿斐说过科学一定能打败迷信，但我知道今天的胜负看的是我们俩谁的骗术更高超。父皇，河北大旱3月，杀此妖人，甘露必降。我从书中学过观星，也学过看气象，至多3天内河北必下雨。军师成名多年，自负盛名与父皇信任疏于关心。懒惰是一个人最大的敌人，他能倚仗的只有父皇的信任。我要将这份信任变成我今后的倚仗。七皇子看来确有些神通，能不能帮本宫算算未来的运数？命线很长，只是有一条极细微的枝条划过他的生命线。母后定定快能长命100岁，万事如意。这孩子聪明又颇有情义，陛下不如先将姓叶的下狱，至于你和老二关在一起。儿臣遵旨。阿斐，让狱卒抓药煎药。钱呢？还好我能系统那里换点碎银。我通医术，那药方我必须确保他退烧后醒来，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我。你看你紧紧盯着他的眼神，像是要吃了他。他长得确实挺英俊。别忘了你心怀大志。当然没忘，只是什么？哇，阿斐真不公平，他昏迷这么多天，嘴唇还是软的哎，不像我俩在冷宫缺衣少食，冬天冻得嘴唇开裂的像兔子。兄弟情深的戏，要演就演全套。二皇子，您终于醒了。您不知道，我家主上为了医治您，用上古的血咒将您的病症引到自己身上。多嘴！七弟2次救我于水火之中，从今以后，
二哥定然会用命护着你。二哥言重了，这句誓言你最好牢牢记得，一生一世。河北府的一场雨，判定了我们的生死。叶国师被押上刑场行刑。你要什么奖赏？父皇，儿臣想求父皇一个恩典。说。求父皇放了二哥，使其官复原职，儿臣会重回冷宫，日夜为父皇和兄长们祈福。依你，朕免景儿无罪。儿臣谢父皇隆恩。景儿，你依旧去做你的禁军副都尉吧。儿臣遵旨，谢父皇。即便是天家父子，生死也不过在皇帝一言之间。李景的母妃和七皇子的母妃一样，出身低微，早早去了。他不过是太子和五皇子斗发的工具，太子并不需要他，他只得投靠五皇子。被这样对待，他必然是不满和不甘的。我很满意，因为他的不甘心能为我所用。你不必回冷宫了，去钦天监，朕有更适合的位置给你。儿臣谢父皇隆恩。你叫什么？圣上，七皇子的母妃原是宫婢，只因小事触犯国师，便获罪失宠。七皇子没有名字。儿臣求父皇赐名。臣，你以后就叫李晨。儿臣李晨，谢父皇赐名。从今日起，我不再是那个冷宫里无名无姓的七皇子。钦天监观天象，算吉凶。3个月来，我卦卦皆准。简正大人，我已做到监正的位置，皇帝对我的信任越来越重，但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我在等待时机。七弟，今日特来谢你救命之恩，这些薄礼还望你收下。二哥客气了，请坐。二哥身体还没好全，不宜饮茶，就请喝些热水。七弟有心了。二哥有事要拜托我。不愧是七弟，我来。让我猜猜，二哥是为了户部侍郎一职而来。七弟不愧是活神仙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太子殿下已经派人来过了，我早就踏明，李靖和五皇子、皇后结为同盟，狐妖之祸是太子党想要借邪祟之说，除去五皇子的左膀右臂。七弟是要选我当初救他，他定然以为我会选五皇子，但我哪边都不想选。二哥，我只是个算命术的，并不知道朝堂中事，天尊给我什么懿旨，我就按天尊的意思行事。七弟，你我兄弟一场，何必把话说得这样绝？二哥若信我，便该知道我从不替人强改命数。好啊，好一个不知朝堂中事。哼。李靖那个眼神是想告诉我，他的演技很好。连着得罪朝堂2股势力，同僚们都对我侧目而视。这5个人选升迁吉凶如何？父皇，无意中天尊意。请一个都不行。这是请神，灵魂出去，引神灵附身。不，只是点能骗过你们的小把戏。父皇，此乃天意。沈书觉，既非太子大长，已过公布7品小皇子党，他能行吗？此乃神旨，儿臣不知，全凭父皇定夺。传旨，沈书觉暂代户部尚书。这3笔银款出库无凭，入账无据。查。大人，这都是旧账，牵连甚广。旧账也是账，牵连再广也得沈书觉用半年清理户部积弊，他是个聪明人，但并不死板。户部银两已见充足，此为臣奉入陛下司库之款。好，沈书觉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既如此，臣儿黄河治水官一职，便按你的卜算结果提拔宋欣。是，宋欣是皇后母家人，满朝讨都知道。五殿下，星象冲突，近3个月内，您不宜入宫见皇后娘娘。你敢拦我见母后？臣只是奉天意直言。哼，好一个天意！他先拦五皇子见皇后，如今又提拔五皇子派系的人。先前沈书觉又是无派系之人，他到底站哪边？太子那边也得罪过，莫非真是只听神旨？国师大人，我所做一切皆为神旨，无愧于心。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我的话。皇帝每次要我卜算，数次结果并无偏向。提拔的人有完全无派系的，也有2大派系出身的，他们在任上都政绩不错。看起来我绝无偏私，只有我和阿斐知道，不过是障眼法。沈书觉已经稳住户部，宋欣那边也传来消息，黄河治水进展顺利。我们暗中提拔寒门弟子，谁也没想到沈书觉和宋欣都是我们的人。你把他们推上去，朝臣却以为你公正无私。我要的就是这个。提拔官员之事上，我连番得罪五皇子和太子，皇帝多疑，却喜欢孤臣，所以你让他相信你确实并无派系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借皇帝的信任，暗中发展我们的势力。寒门弟子已陆续入局，不够，还远远不够。你17岁便能通天意，辨忠贤。今日起，朕封为大招朝国师。儿臣谢父皇隆恩。2年后，我17岁，成为大招朝国师。阿斐一直跟在我身边，但现在我要送他离开。军中的一名校尉死了，需要找人顶上。父皇，卜算结果指向儿臣属下一名侍卫，但儿臣认为应当避嫌，
您还是另觅提拔他人吧。无妨，一个校尉罢了，即算出来，朕便下旨。儿臣遵旨。那个计划，你真的要实施吗？用一双眼睛换你禁军行领的位置，很划算。可那是你的眼睛。阿斐，我是天生的赌徒，若输了呢？那就输得像天命。我送他离开，不是舍弃他，是把最锋利的一枚棋送进皇城最深处。父皇小心！臣儿，去死吧！七弟，放箭！幸好我早就做好准备，练习过如何在黑暗中生活。五皇子的局真蠢，用一场虚假的刺杀为皇帝挡箭，换回信任和欢心。可惜他身边早已布下我的暗探，我早知道他们的计划，今日不过是为我做嫁衣。传太医，严查刺客。遵旨。国师眼睛受伤，这样你亲自送他回府。儿臣遵旨。李晨，你做什么？我更喜欢你叫我阿晨。你故意的是不是？我就不该告诉我五哥的蠢主意是不是？父皇已下定决心要去除五皇子的武将势力，一为太子铺路，二为防备武将反叛。五皇子无路可退，才想出这场苦肉计。难道五哥用的我用不得？如今为救圣上瞎了一只眼睛的是我，父皇对我的信重只会更深。皇帝的信任是我最大的倚仗，而且这双眼睛也不是白瞎的。你想用它换权力？是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。七弟，你不要如此，连自己都赔上。二哥，我没其他筹码，我只有一条命。你还有我，我可以帮你。二哥，我自己选的路，我得自己走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俩不欢而散。启禀陛下，刺客一案已有线索。说，臣有罪，臣冒死向陛下请罪。你有何罪？京城刺杀一案并非真正行刺，此事乃五皇子殿下亲自设计。你说什么？五皇子欲以苦肉计为陛下挡箭，挽回圣心。他命臣安排刺客，只为演一场护驾之功。混账！朕待他不薄，他竟敢拿朕的性命做局，臣罪该万死，求陛下降罪。很好，你的家人性命保住了。当年我花万金将徐泽安从地下赌场捞回来，那份恩，徐泽安答应过我要用命来补。旨：彻查五皇子府，凡涉案者一律押入天牢。五皇子和背后的兵权大半被收回，皇帝的意图朝野尽知，打压武将势力，抬举文臣力量。如今五皇子失势，太子殿下仁德有礼，正是所文臣治国，礼法为先。一时之间，文臣支持的太子势力风头无两。禁军统领之职暂缓任命。五皇子倒台，禁军首领之位空悬，朝臣都盯着这个位置。禁军守卫皇城，保护天家安全。自古内乱反叛，无不先取禁军权。阿斐入禁军已经做到左卫将军，我们慢慢从下层军事渗透。出身寒微的将官，谁不想要个改命的机会？想往上走，就拿命证明自己。禁军统领之位空悬多日，你觉得谁可担此重任？父皇，五哥不过一时糊涂，想得您恩宠，还求父皇饶五哥性命。朕问的是禁军，儿罪，儿臣不敢替他辩白，只求父皇留他一条命。这些日子，太子大力收取五皇子原本的势力，他手下的朝臣以不孝忤逆之名参五皇子各项罪状。五皇子以逆不孝，罪状严惩，请陛下雷礼。现制以礼法治国，正该肃清逆党。太子崇尚以礼法治国，文臣莫不追捧，称为人君。父皇，若太子哥哥将来被称人君，天下人岂会相信一个对手足敢杀绝的人是人君？罢了，宣旨。正旨已下，五皇子贬为平民，逐出京城，永不得诏，不得返京。皇城依旧巍峨，却再也没有他的位置。后出身世家并未被废，他的亲生子没用了，他背后的世家会再推一个皇子出来。二皇子的母亲虽出身低微又早逝，但他是由皇后抚养长大的。二哥啊，你看，你我终有对立之时。皇帝开始清扫五皇子的部下，太子趁势大肆扩张自己的势力，而我一直低调。不是我不争，是因为我有阿斐做我的刀。可我没想到，刀用的过甚，可能承受不住，甚至会断裂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今天很奇怪。小陈每日都是杀戮算计，你血像条什么小河染是我的靴子。小陈，你没看到他们的眼神？什么眼神？在他们眼里，我是恶魔。我当然看不到。为了让你成为禁军统领，将你推成天将将星，
我瞎了双眼，我像个刽子手，可他们有什么错呢？他们不过是站错了队。小陈，我累了，所以呢，我遇到一个人，太子殿下仁德宽厚，从不滥杀，心怀大义，我爱上他了。我同殿下真心相爱，我想陪在他身边，一生一世。我踉跄后退，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恐慌。本来我和阿斐的密谋定于3个月之后，说他要离开我，转投太子。阿斐，你选定了我，你的系统也选定了我。如果我失败，你就回不了家。我可以为他留在这里。不，你得回去。你讲述那个世界那样美好，如果我出生在你那个世界，我会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。这个鬼地方，要么吃人，要么被别人吃。我不能摆脱，但我希望你可以。小陈，在那个世界，我是个孤儿，没有人牵挂我。我考进警校，努力学习，拼命练武，想要救护别人，找到我自己存在的意义。可现在，你的牵挂是太子，我想选他。小陈，对不起，他真的和我们不一样，他比我们人善。我有许多想要劝他的话，但对下定决心离去的人，没必要浪费口舌。阿斐知道我的秘密，一旦说破，我将死无葬身之地。对于他，没有权谋可用，他太了解我了，只能攻心。禁军统领之位，你不要了吗？对不起，愧疚是最好拿捏的情绪，我不能用吵闹和狠话打消他的愧疚，我要放大他的愧疚。冷宫相依为命许多年，他从未见过我的眼泪。小陈，我可以让系统治好你的眼睛。不用，系统的积分我们好不容易攒出来，你留给你自己吧。我不是要抛下你，我只是不想再杀人了。你要走，我拦不住。但你知道我所有的秘密，我宁死也不会暴露你的秘密。我发誓。你放心，小陈，出冷宫时我蒙着面，没人看清我的容貌。后来你费尽心思给我造假身份，众人只知陪你出冷宫的小宫女死在大火中。而且我们私下见面向来隐秘，没人知道我和你的关系。而且在这里，也只有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你也捏着我的命脉，不是吗？互为威胁吗？我本想的是和你互相扶持。对不起。他转身离去，我们就此分道扬镳。太子仁善，阿斐，你终究还是不懂这座皇城。听说了吗？太子府得到一位女诸葛。是啊，听说这名女诸葛出身禁军，英姿飒爽，有勇有谋。殿下，太子几次向陛下求娶阿斐姑娘为正妃。阿斐的身份是我后来帮他做的，家世清白，书香谈第，只是父母早逝，出身不算太高，但贵在是读书人，而且无强悍母家，很适合做太子妃。陛下的意思呢？父皇，儿臣愿娶阿斐为正妃，求父皇成全。朕好不容易为你清扫武将势力，你竟还要娶一名禁军将领！来人，传旨，免去阿斐禁军职位。是。殿下，太子与阿斐情谊深笃，并未因禁军职位一事动摇。他可提起过我？没有，阿斐守诺，未曾谈起殿下半字。殿下，阿斐叛主改投太子已是废子，何必对他如此上心？背叛的人确实是废子，但谁知道死局有没有盘活的那天？皇帝已经有3个月没召见过我，圣上的修道新宠是太子进献的宁光道人。齐殿下既是天尊之徒，号称有天目，若真有天目，又怎会被轻易毒下？因信得宠，自然也会因疑失宠。我退归幽室病病，闭门不出。七殿下，炭火和药材都已送到，若还缺什么，只管吩咐老奴。有劳2位总管。殿下身子要紧，功力风大，莫要受寒。殿下待我们好，我们都记着的。宫内冠拜高采低，但我的待遇并未如人所想那般凄凉，非为其他，只因皇室贵族从未把太监当人看。父皇息怒，近日不宜见血，伤了龙体气运。罢了。掌嘴！娘娘轻饶，可积德养颜。罢了罢了，退下吧。除了七殿下，老奴从未见过谁把我们当人。天家贵胄太傲慢，不知道内奸的消息网有多好用。太子近日忙于打压诸皇子势力，殿下，我们是否要反击？不急。可太子锋芒正盛，传话下去，所有人低调行事，让他忙。我虽幽居，退避太子锋芒，但靠着太监们的帮助，消息从没断过。七弟倒是清闲。二哥近日想来应该事务缠身。七弟明知受人构陷，何不改投明主？二哥，我的主子从头到尾只有父皇一个，还要改投谁？七弟还是信不过我。二哥说会护着你，就一定会护住你。对于皇之中人，尤其是不受宠又无母族支撑的皇子，一分真心已是难得。谢谢二哥，但天底下也只有父皇能护住我。二哥若真心要帮我，能不能给弟弟送些钱？钱？失去父皇信众后，我的赏赐骤减，
如今这宫事你也看见了，实在简陋。二哥取得皇后母家支持，想来手头宽裕。你倒是不客气。兄弟之间何必客气？好，我让人送来。二哥，还有事？听说二哥最近常去南风馆，二哥心怀大志，还是别惹出这种传闻。七弟管得到宽，我只是担心二哥，但他怎么会听我的劝说呢？这人是我安排的，我二哥有一点小心思，不可说。对于男人得不到又时刻在身边勾着，绝不为抚他的渴求，但每次填满一点，喂大他的胃口，总有受限之日。老五倒台后，二皇子被皇后背后的世家推上台，和太子在朝堂上打擂台。斗吧，皇后、二皇子、太子，你们尽管去斗，我要蛰伏起来，因为真正的局不在朝堂上。眼下之前，我就观天象，反复推算，今年北方会遇大旱。圣上，北方将有大旱，臣请实景天下，早做筹备。朕知道了，天象之说未必尽准。北方年年有灾，何至于如此惊慌？没几个人在意，可我在意，因为我比这些贵族更清楚一点，人在填不饱肚子时会变得多么疯狂。户部最会敛财的沈叔爵是我的人。主子，这是这月暗中调来的银钱，干净吗？干净，查不到主子身上。我家主人敬奉仙师香火，望仙师在圣上面前美言几句，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。这几年因为皇帝信众，皇族世家源源不断向我送来香火钱，我交给沈书记，命他暗中做买卖，由此赚出不少钱财。所有钱财拿去买粮。买粮？丰年时低价买进南方粮谷，越多越好。主子，这是要等北方大旱？不只是等，是准备。你要入伙曹帮？我家主子出钱，你们出船，钱货两清。南到北的河道九荒，运粮不是小事儿，出了事儿掉脑袋。所以才要你们。你给多少？足够你们卖命。成交。我又抽出一部分钱财，入伙南方的曹帮，费尽千辛万苦，偷偷将粮食运到北方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待时机。很快天灾出现，数月大旱，粮食钱收，流民四起。给孩子一口吃的吧。地里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退后，不许出城！人在填不饱肚子时，就会变得疯狂。北方灾情变重，赈灾筹粮之事交由太子主持。儿臣领命，必不负父皇所托。太子仁德有能，此事交给太子最为妥当。不够，受灾之地太广，灾民太多，粮根本不够。儿臣有二策：一，向各大世家筹粮；二，威逼商人推出钱财买粮发放。此策可行。太子殿下心怀百姓，实乃社稷之福。计策是好计，可惜纸上谈兵。殿下明鉴，我等也想为国分忧，可府中粮仓早已空了。开仓。殿下，确实空了。太子殿下，我家世代忠良，怎会私藏粮食？你若逼死我们，岂非迫害良臣？小商人任他收缴银钱，可大商人身后站的是世家，世家手中有粮有地有刀兵，岂会任他宰割？继续查。殿下，这些世家大多您沾亲带故，再查下什么？只怕伤了殿下贤明啊。主子，朝野上下都在为赈灾粮焦头烂额。我知道，我们的存粮一分不动，一分不动。若此刻献粮，朝廷定会记主子大功。若是个好人，肯定此刻站出来，将粮食献上，解朝廷燃眉之急。主子不是吗？我不是个好人。若现在拿出来，谁还会记得我的救命之恩？我手里就这些筹码，我的囤粮要用在最紧要时。属下明白了。主子，太子府传来消息，说太子准备娶陈家女为太子正妃。陈家？关中世家之首，陈家手中良田无数，看来陈家是要以太子妃之位来换自家开仓给粮。没有预料中的幸灾乐祸，反倒一股悲凉沁出心头。我信他，他会待我好的。所托非人，会有多么痛？继续盯着太子府。是，主子是要等。等，我必须利用他的痛苦。等，只能等。吉时到！太子以盛大的仪式迎娶陈家女为正妃。太子妃，殿下去了书房。知道了。听说太子新婚当夜就冷落了新娘，灾民还在等粮。你若真有心，就该逼陈家开仓。你说的容易，陈家是关中世家之首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那你娶陈家女是为了什么？阿肥，不是为了粮吗？
难道我说错了？殿下不必烦心，我既是太子妃，自会劝父亲以举家之力为太子筹措钱粮，保太子立下头功。你肯帮我？夫妻一体，殿下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殿下，阿妃，你先回去，我累了。陈家乃功勋世家，家田遍野，私粮堆满库房。太子妃装成解语花，又很懂得如何拿捏男人的心。殿下这几日太累，该歇一歇。有你在，倒觉得轻松许多。能为殿下分忧，是妾身的福气。和我的傻阿斐不同，他直来直去，哪懂婉媚讨欢。不到3个月，太子与太子妃便如漆似柔，琴瑟和谐。殿下少饮些。有你看着，我哪里敢多饮？太子与太子妃真是琴瑟和鸣。是啊，陈家助太子赈灾，太子王妃又如此贤惠，东宫大喜。我能听到他们夫妻笑语殷殷，情意绵绵。阿斐呢？阿斐现下如何？我不怕，我只想看。他当时以飞蛾扑火的姿态扑进太子的怀抱，如今会有多伤心？主子，太子府那边的暗卫传消息来了，说阿斐姑娘已有3个月身孕。主子，阿斐怀孕了。那位太子妃手腕了得，阿斐的孩子生得下来吗？持续1年的天灾何时能过去？你替朕补一补。父皇，明光道长是否已卜算出结果？砍了，老东西算不准天象，每次都说要下雨，哪有一滴水上我儿？明光道人是太子举荐的活神仙，深受皇帝宠信，已被封为护国天师。天师之名自然压过我这个国师。半年前我曾预言天灾，父皇现在想起正是那次预言。其实明光道人也会看天象，只是判断天灾不能只看天，还要看历年水量、泥沙数，还要精准测算。冷宫那些年整夜冻得睡不着，我就用阿斐做的良仪学习测算，蛰伏许久，等了近1年，终于等到转机。儿臣有一策，不知父皇可否让儿臣试试？七殿下步步莲花，所过之处凭空出现2股。是天尊显灵，七殿下救命啊！哪有那么悬？我不过命人跟在身后，将我囤的粮食从袖子里撒出去罢了。我拿出存在北方司库的粮食救济灾民，可惜我的存粮比起数量庞大的灾民，不过杯水车薪。这些粮只能解1月之急。殿下，接下来该如何？当务之急是把南方粮食运过来。陆运？不，陆运损耗太多，也太慢，最好是漕运。可北边滩部分河道已经浅得不能行船，那就挖河道。七殿下有令，灾民参与疏通河道者，可换取粮食。挖河道，天下无雨，挖了有什么用？有粮不吃东西，今日都熬不过去。他们虽饿得有气无力，但为了保父，会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。父皇，儿臣想向您请一道恩旨，调低级兵卒一同疏通河道。低级兵卒？灾情紧急，军民合力方能成事。准了。儿臣谢过父皇。一滴雨都没有，疏通河道又有什么用？殿下所言极是。何况一道旨意就能让手握刀剑的官兵听命？哼，他未免也太天真了。军队的最高将领调产，末将愿听七殿条件，末将也愿随殿下疏通河道。末将听七殿条件。将领大多出身世家，一道旨意自然不能让所有官兵听从，但权力是自下而上的。这些年，我从底层渗透，高层将领夺取底层卖命赢来的军功，克扣他们的军饷，谁不想有个向上爬的机会？愿为七殿下效力，挖有粮吃就挖。殿下不会骗我们。殿下，粮快没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修河的平民无粮可发。别慌，我有办法筹粮。父皇，天尊指引，3日内，真龙子嗣定能筹来粮食。之前我便出粮食以取得天下信服，如今我说真龙子嗣能筹到粮，皇帝与群臣的目光自然会转向太子，太子才是真龙子嗣。若太子连粮食都拿不出来，岂不是说明他不是天尊认定的龙子？儿臣并为父皇排忧解难。好，朕等你的粮。陈家的库粮到了，太好了，有粮了，快干活，别误了七殿下大事。殿下，太子真的把陈家的库粮运来了。他不得不运，继续盯紧，河道疏通不快了许多。人、河道，任何一处都不能乱。有了粮，灾民们干活更尽心尽力，而太子坐不住。殿下，七皇子的势力和威望已在灾区迅速壮大，本宫看得见。若再任其发展，赈灾之功恐怕全归于他。雁城那边安排的如何？已有人在灾民中散布消息，说什么天下无水，
挖河道毫无用处。七皇子让百姓挖掘，是为了让灾民劳累而死，好节省口粮，并非真心救灾。哼，还不够。还有一句口号，说妖人作祟，天降罪罚。很好。天下无水，挖河道有什么用？七皇子让我们挖河，是要累死我们，剩下口粮。诸位冷静，七殿下是在救灾。往京城去，让皇帝杀了妖人。往京城去。七殿下，不好了，郾城灾民暴动，陛下请你过去商议。郾城是，灾民砍了支线，正往京城杀来。郾城距京城极近，是京师外围防御。为了不使京城周围灾民暴动，我费尽心思将灾民编成小队，每10日一换次序，又安插中自己的人。没想到灯下黑，太子竟去唆使郾城灾民暴乱，只为夺我之功。殿下，陛下等着呢。走吧。太子的谋划并不复杂，灾民暴乱打到京城脚下，随后群臣上书将我推到城楼处决，用来平息民愤。请陛下诛杀妖人，以平民愤。皇帝扛不住压力，定会拿我这个叛军口中的妖人祭陪。京城禁军首领萧玉航是太子的伴读，之后萧玉航打退叛军，军功归于太子，平乱赈灾之功也尽收他囊中。挺严谨的计划，若实行得好，太子定能反败为胜，扭转局面。但有一个致命缺陷。队列站直！本将说了几遍。将军，叛军若真到城下，我们如何布防？自然是按规矩布防。哪条规矩？放肆！照本将说的做。禁军统领萧玉航是金玉堆里长出来的贵公子，彻头彻尾的废物。夫人，您身子重，不能出去，外面出了事，奴婢不知。太子根本没意识到，若要行此计，他手下倒有个最可靠的武将之才。可惜那个人被他禁锢后院，伤透了心。阿斐，本宫爱你，你就安安分分点待在这后院，本宫会为你打下江山。口口声声说爱他，却看不到他的能力和价值，那算什么爱？他是在养宠物吗？郾城灾民暴动，已成叛乱，儿臣以为当由禁军统领萧玉航率兵出城，先挫其飞芒，再安抚余众。叛军若至京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妖言惑众者，也应严查。若有人借天灾蛊惑民心，父皇万不可姑息。你的意思是？儿臣只是以国事为重，如今民怨沸腾，需有人给天下一个交代。阿斐，该临盆了吧？遵守约定，绝不会害阿斐腹中之子，但太子妃可能会下手。七皇子，阿斐姑娘出事了，生产了。是，太子妃暗中在安胎药里动了手脚，阿斐姑娘生下一个3木婴孩。孩子呢？已断气。太子妃下令将产后的阿斐姑娘活埋。他人呢？不，他有系统，不会出事，他不会死，他不能死。对于背叛我的人，我绝不会给第2次机会。除了阿斐，那年冬日，我染了寒症，病得糊涂，恍惚中有一双温暖的手臂紧紧抱住我，一遍遍叫我的名字，从来没有那样温暖过。我再不怕。最困困之时，他没有抛弃我，我怨过、恨过、利用过他，但我不能不管他。阿斐在哪儿？我在这里。七皇子，属下等奉命盯守阿斐姑娘。太子妃的人从产榻上拖走她时，属下等出手抢救，死尸已尽数折损。阿斐，为什么不用系统保护你的孩子？虽然要用积分兑换，可这些年我们攒了不少积分。不能用。为什么？说好的要用积分换你的眼睛复明。当年分离时，我一再拒绝，可他竟一直记着。别哭，别哭，能撑住吗？我马上去太子府。孩子，你的孩子不能无端死去。廖明义在，传太医，立刻救护阿斐。被国师朝服最华丽、最严整的那套，再命人取朱砂，为我画神使印。国师要入宫？对，现在太子妃害他，太子气他，皇帝信鬼神。既然他们怕天怒，我便给他们一场天怒。备车，入宫。深夜入宫，何事如此急？我儿，可是天尊有圣谕传达？星象仪震动72下，整个钦天观皆亲眼目睹。福生乡所示，后母娘娘不忍苍生遭难，赐其女投胎皇家。投胎皇家？天女携丰收之福，生有天眼，即将降世，以平天灾。父皇，儿臣正是为此入宫。钦天监本在欢庆，要传喜报于天下，谁知天力星突然暗淡。什么？天举星降生时遭人暗害，求父皇恩准儿臣去救天女。天女现在何处？谁人敢害朕的祥瑞？父皇在太子府。父皇深夜驾临而闭嘴！
挖。父皇，天女妖王，若天尊怪罪，不可！皇帝年迈多病，深信天尊，我献上的丸药能缓解病痛，皇帝便认定那是天尊庇佑。如今亲见三目天女妖王，他最怕的不是婴孩之死，而是天尊降罪。糊涂东西，冷酷至此，竟亲手杀女！父皇，儿臣冤枉，那孩子异象可怖，分明是……住口！若非我说这个孩子是天女，只怕你的处决会更残暴。太子贤得人名，今日之后，天下都会知道你亲手杀女，冷血无情。父皇，儿臣有话要说。你还敢开口？父皇怎能认定此女是天女而非妖孽？若国师借机陷害太子，太子岂不百口莫辩？是啊，父皇，雁城叛军人人都说国师乃是妖孽，父皇可别忘了白狐之祸。凭他一言就说此女非妖乃仙，儿臣实在冤屈。父皇，你说，儿臣请于天女头七之日设祭，以消天怒。设祭，到时天降甘霖，漕运畅通，江心林氏，天目得开。若真有此兆，若无此兆，儿臣愿受天谴。可若天诏应验，害死天女之人，便是害苍生、害国运、害父皇祥瑞之人。来人，在！封锁太子府，头七祭礼之前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遵旨。阿妃，你的孩子不会白死，你受过的痛，我会让他们一一偿还。你的手很凉，身体还没养好，你能行吗？不行也必须行。小臣，你放心，你的眼睛会复明。我没有不放心我的眼睛，我只是不放心你如此虚弱，还要强撑着去实行我们的计策。我要他们为我的孩子偿命。7日后，7星祭台，你从朱雀门入城，我会带捷报回来。京城已经传遍我的预言，天降甘霖，漕运畅通，江心林氏，天目得开，那就让他们亲眼看见。天尊开天目，请封伯请雨师，请天女归位，降甘霖于人间。已经5个时辰了，天上哪里有雨？父皇，哪里有雨？西地坛一直都在欺瞒您啊！侍卫，请天尊开天目，请封伯请雨师，请天女归位。你来了，我算过很多次，就在今日，持续近2年的旱灾要结束了。天尊显灵，天女归位，封伯雨师齐贺，天降甘霖，降心林氏。降星，谁时降星？率领禁军大破叛贼，擒拿贼首35人，劝降万人，收回雁城。陛下，雁城已复。父皇，降心林氏，儿臣的天目终于开了。大雨充盈河海，水流顺着挖开的河道涌流，将南方屯粮运进京城。皇帝对我的信重，民间对我的爱戴，如今都到最高处了。太子不会坐以待毙，所以收拾收拾，咱们准备南下。是该走了。太子让父皇失望，但父皇现在绝不会废太子。元后是他的白月光，太子是元后所生的嫡子，父皇对他到底不同。朝堂上，多数人也站在太子那边，关中世家把持朝堂，以太子妃陈家为首，基本都偏向太子。南部外族趁天灾之机叛乱称王，多个蛮族自立。如今旱灾已解，自然该一一收复。而且岭南川蜀都是瘴气极地，没人愿意去，所以你去最合适。好，我会主动请战。陛下，南部外族趁灾作乱，百姓受苦，臣愿为天下苍中平息战火。儿臣与将军同去，为将军补算输赢。臣儿，你刚开天目，又身为国师，何必亲赴瘴气之地？儿臣既为国师，怎能不为父皇排忧解难？你若离去，父皇日后的良药，父皇不必担忧。儿臣收有一小徒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可暂代钦天监长侍之位。是何人？霍雨生。陛下，该服药了。你就是臣儿说的小徒？是。你很像元后，但你不是他。草民不敢与元后相比。好药，能为陛下分忧，是草民之幸。面圣后不过7日，霍雨生便有圣宠。他与元后长相无一处相似，可那份金贵清冷的气质，却仿红异母所生，令皇帝非常着迷。师父，药已经送上去了，他可喜欢？很喜欢，那就好。那药表面能让他红光满面，身体舒畅，实则摧车根本。我知道，师父不怕我失手，
你不会。当年在死牢里，我能把你寻出来，就是因为你够狠，也够清醒。师父放心，京城这里我会替你，不是守好，是拖住皇帝和太子。对，殿下，二皇子爷来访。师父，请他进来。七弟，明日就走，今夜总该陪二哥喝一杯。二哥深夜前来，只为喝酒，不然呢？你我见面不多，难得有机会，我们却会在皇室高门的宴席上偶遇。每次遇到，只谈风月，不聊国事。喝，我不胜酒力，二哥自饮便是。真不给面子。明日要启程，误了时辰不好。真要走？圣命已下，自然要走。听说你要去岭南，太子可欢喜得很呢。我这不是为了让好哥哥开心吗？古来诸多皇子争位失败，多是因为不在京城，无法立即反应。你去岭南，正中太子下怀。留在京城与太子正面相争，也未必就是上策。所以你宁愿冒险？有些险必须冒。七弟，此生还有相见之时吗？自然有，但他想问的不是这个，他想问的是，再见面，我们会是朋友还是敌人？京城与岭南虽远，也并非天涯。昔年牢狱中，我为救二皇子，戈壁未血，留下这道伤疤。七弟，你还是不信我？我可以。五哥新丧，听说皇后娘娘大受打击，对二哥避而不见。可国舅爷却和您依旧来往亲密，皇后母家杨氏和二哥更是交好。看来二哥已经争取到国公支持，好手段。他拉拢到原先支持五皇子的所有势力，又争取到国舅护国公的支持，如今以他的势力，已经能和太子抗衡。二哥就此别过。小陈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，我都会护住你，你放心。二哥珍重。无论以后发生什么，我都会护住你，你放心。听说二哥当初赎回的那个与我有几分相像的小鸾，并未被收放，而是被他精心栽培，做了护卫。旧事已过，偏偏这道疤还在，是不是泛起一点陈年的痒？小陈，南方有粮，有商贸，有无数不得入权力核心的小氏族。走吧，避其锋芒，另起根基。我与阿斐的下一步，正从这场南下开始。3年后，阿斐击败倭寇，打服百越王，征服西南大小部落。他带着新的捷报回苏杭复命。王爷，李家有密使来访，你直接打发走了就行。李家和太子妃出身的陈家世代联姻，他们这时候来，怕是不简单。不过是看我势大，想两边下肚。哼，墙头草。还有，你什么时候叫我王爷的？这不是咱刚刚封王，总得给长平王面子嘛。我当年的预言并非胡扯，阿斐确实是天生将才，战场上算无一切，用兵如神，出其不意，变化多端。他接连收复失地，已令蛮族闻风丧胆。3年来，我与阿斐联手，收服南方反叛一族，又提拔南方寒门子弟。王爷，南方小氏族世代被压，若王爷肯给一条上升之路，我等愿效犬马之劳。北方大世家爹是开国功勋出身，与皇叔联姻又相互嫁娶，早已结盟。皇家永远会选择关中士族，太子作为正统，天然赢得他们支持。你们就算投奔太子，又能捞到多少好处？跟着我，若有一日我取太子位代之，你们便有从龙之功。愿追随王爷。何人胆敢违我罗家？长平王军令查办罗家。查办？无罪状而抄家，便是王爷也不能如此横行。无由抄家，罗家7行霸市，强买逼良为，另有35条罪状。罗家强占民田，勾结官吏，隐匿军粮，这是栽赃！栽赃，证人物证账册俱在。罗家投归太子，却聚焦军粮耍滑头。你们以为这里还是从前的南方？罪状送往京城，皇帝下旨，罗家满门抄斩，百年士族不复存一。哪家先来投奔，分的好处就最多。这个道理，他们很快都会明白。王爷要任命这些人，是府衙上下皆有规制。外人骤然入内，怕是难以服众。那就整个府衙都换掉。我要上书弹劾。北方世家上书弹劾，却被我一封军情紧急，权宜之需堵回。彼时我与阿斐在岭南接连大捷，皇帝并不在意地方官的更替，他最在意的是打赢仗，收复失地。愿为王爷效命。自此，南方诸府丁权、财权、任官权尽收我囊中。夺嫡之胜率若以时数算，如今我占其4，二皇子与太子各占3-3。我原想等战到5成再回京城，但意外却先来。王爷信上无字，只包着这些药渣，属下愚钝。可是霍贵妃传来的消息是，她如今在宫中得宠，若传密信，必是大事。这药是提命用的。提命？皇帝活不过2年了。王爷原本打算等胜算战到5成再回顾，等不了了，即刻回救。京路上，阿斐的战马嘶鸣奔腾，长刀在鞘中发出可血的嗡鸣。放心，太子到时候归你，你记得就好。我一定让你报仇，报个痛快。好，按照礼仪，太子和二皇子应当一起到城门迎接，但城楼上只有二皇子的身影。这些年，二皇子留在京城，协助太子治国理政，功绩甚重，加封安丰王。太子之下又封2王，
说明太子的位置并没有那么稳当。进城前，我早令手下与他密谋，邀他同我一起扳倒太子。他现下点头，是答应了。回京后，阿斐凭借军功被任命为禁军统领，我自请去京郊巡查，阿斐留在父皇身边护卫。殿下，皇城出事了！太子府内搜出巫蛊木为数个，木偶泥痕很重，像是埋了数年。陛下震怒，将太子一家软禁府内。太子如何？太子高呼冤枉，陛下尚未定案，但太子身边自小服侍的伴读站出来作证，说自己曾为太子做人偶，用尽酷刑也未改口，后来殒命狱中。伴读一死，太子巫蛊作乱的罪名便坐实了一半。怎么做到的？是阿肥的棋子，我也不知道。太子最为信任那个和他一起长大的伴读，可太子府妇居住的那些年，阿肥不会毫无布置。骆将军人呢？正阳门外。正阳门是皇城正门，群臣上朝必经之路。所有朝臣都看到了战无不胜的虎威将军，天降将星，跪在这里为他昔日丈夫求情。陛下，太子殿下不过无心之事。骆将军如此情深意重，太子当年却抛弃他们母女，他还肯为太子求情，实在难得。太子殿下无心之事，求陛下并非没有做过。一遍遍念，听久了便会潜移默化地认为太子确实行了巫蛊。纵使有人听出不对，又有谁能指责一个痴情女子为所爱之人求情时措辞不当呢？将军旧伤未愈，当心跪坏膝盖。放开！将军要替太子殿下求情。谁都以为我俩要坐实太子巫毒的罪名。殿下，骆将军已被禁军扶回将军府。急什么？坐下喝茶。我还有事看望骆将军。可我俩谁都没动，现在动手不是给人把柄吗？我俩行事一个比一个低调。七弟的戏真好看，还有更好看的。二哥，你猜猜我们这位太子殿下何时会狗急跳墙？巫蛊不过是在父皇心里埋下怀疑的种子，他不会轻易废太子。那可是他精心挑选的继承人。可太子习惯了顺风局，君主的疑心，跌落高位的恐慌会逼他做出过激举动。太子大势已去，示弱投降他不会做，至于狗急跳墙，最差也是死。我看啊，旦夕之间。是啊，不远了。等太子彻底完蛋，我和你反目成仇的日子也就不远了。报！太子纠集世家私兵，杀入皇宫。何时行动？殿下，再等等，陛下恐怕命悬一线。要的就是命悬一线。传令禁军，随我就驾。撞门！今夜成败在此一举。护驾！护驾！禁军听令，诛杀叛军，护卫陛下。儿臣救驾来迟，父皇恕罪。哎呦，你受伤了。儿臣无碍，父皇平安便好。幸好我还有一个孝顺儿子。儿臣救驾来迟，请父皇降罪。二皇子只比我晚1刻赶来。陛下，太子叛党尽数被擒获。逆子！父皇，儿臣是被逼的，是他们陷害儿臣，想让儿臣……父皇息怒，兄长一时糊涂，求父皇念及父子之情，从轻发落。求父皇放了大哥，求父皇开恩。经过昨夜，我相信父皇心中肯定已无多少父子之情，但我和二皇子依旧跪拜为太子求情，叩首到流血，好一派兄弟情。你们装什么？都是你们害我！陛下小心！陛下，太子已被制住。你救驾有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夫妻之盟，一生为证。他负心，臣不能不义。那是新年元后与父皇成亲时，就交由你处置吧。臣谢陛下。你赢了，还不够。给仇人一刀固然痛快，太便宜他们，不如看他从高位狠狠摔落，余生圈禁，如网中之鱼，只能靠我给的一点点水过活，每日担惊受怕，岂不快哉？太子被废为庶人，太子妃陈家谋逆，当诛，由阿斐亲师行刑。时辰到，行刑。这些年，阿斐手里的刀落得太快太急，我曾欣慰于他的成长，如今却怕他变成另一个样子。一子嗣不多，二选其一，谁会是最后的胜者？我和二皇子的临时联盟迅速瓦解。七皇子的势力如今稍胜二皇子啊！正因如此，我才不能轻举妄动。在皇帝眼里，我越势大，就意味着威胁越大。我必须在明面上主动交出一部分权力。皇帝要换下2名禁军副将，你直接去请辞。请辞？递上虎符，让他看见我的退让和你的态度。好，臣请辞禁军之职，交换虎符。你是将才，禁军离不开你。陛下要换副将，臣自不宜久居其位。朕只是换人，并非疑你。阿斐的将才，皇帝心中有数。他不过怕阿斐战功太大，要制衡他的力量。到底还是换走我一个副将，如何？无妨，我应付得来。我相信他，
可我看着他冷肃的模样，突然有些忧心。他好像有些太沉浸于这个不属于他的世界了。阿斐，你还记得你做任务是要回去吗？小陈，说真心话，你以为我还回得去吗？可以，如果我走了，你坐在龙椅上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。不，我会有很多可心人。你什么时候相信过男女之情？现在又用这话来哄我放心？不过小陈，你真要用那种办法对付二皇子吗？你觉得这计策有哪里不好吗？有点吓到，是不是？我只是害怕你会后悔。不会，埋线多年，只为此计。二哥找到证人了吗？找到了，或者说找到了我们俩特意留下的消息，从我身边叛逃的宫女，证明我是女儿身，打断双腿，丢去乱葬岗。他剩一口气，被二皇子的人救回府去。殿下，他不是皇子，他是女儿身。你说过，攻心计乃最上策，但要算计人心，必须先把自己的心算进去。你有没有对他动过心？1个月后，我终于见到二皇子，他忍不住了，他想见我，也想印证那条消息的真实性。我很清楚他的个之力，但他的酒力，项王不胜酒力。殿下，请随小想去后院歇会儿。鱼咬钩了。七殿下先在此歇息，小的告退。去前院替本王要些醒酒汤。是。你知道我是女子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的喉结是伪装出来的。我们不要斗了，好不好？二哥说会护我一生周全，我信二哥的。二哥，我好冷，来抱一抱我吧。救命！二哥，你怎么也想不到我有一个系统可以兑现男子特征吧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妾一家蒙受冤屈，打入死牢，家乡不幸闹鼠疫，只有妾侥幸活下来，为七殿下所救。殿下不仅为妾一家洗刷冤圈，更怜妾孤弱，看妾长得有7、8分像他，认妾为义妹，收在府中。妾方才为王爷取醒酒汤，刚回到房中，二殿下突然推开门，径直朝着床走来，将妾压在身下。他的脸竟与七殿下像了8分。我本以为二殿下是酒后兴起，妾出身寒微，从了也就从了，只是妾没想到，没想到二殿下竟然口口声声叫着七殿下的名字，说什么他爱慕七殿下多时，此番趁着酒醉，终于可以将七殿下占为己有。胡说！你胡说！七殿前9天神仙一般的人物，谁能想到他的兄长竟有如此龌龊心思？妾这才拼尽全力推开二殿下，高喊救命！妾为七殿下不平，妾无一字虚言，愿以死证清白。拦住他！不！以往我的泪水总是含几分假意，但这一次我毫无掩饰。殿下，别哭。自此，我在世上最后一个血气就此离我而去。从没有人知道，我身边那个常年面无表情的居士廖明义，其实是我的幼妹。放开我！我不嫁！爹救我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就是这里，一个不留，以绝后患。谁？姐姐，我以为以为我葬身宫城中是不是？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不是来救你。姐姐，你不知道吗？爹奶奶、大伯弟弟都在乱葬岗等你呢。现在我给你2个选项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去。从没有人知道，我身边那个常年面无表情的谋士廖明义，其实是我的幼妹。南方世家的事办得很好，他们重名声，怕牵连，先分化，再许利，自然会低头。你识字不过几年，心思倒比许多人深。我救下他时，他还不识字，可他冰雪聪明，很快跟着阿肥学会识字。此后每日手不裂炫，志计频出，助我良多。殿下，若有别的办法呢？对付二皇子，也许还有更好的办法。不，姐姐，你想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。天下春虫理法，谁会接受一个试图做那种事的皇帝呢？这些年，我刻意和他保持距离，就怕太亲近会心生不舍。可血脉亲情根本不是距离能隔开的，我不舍得。姐姐在南方废除守寡制，与女子合离，儿与女可平分家产。我认为姐姐登上皇位，比其他皇子要好。明义，若我一命能换姐姐一步登天，那便值。不要！不能让他白白逝去。二哥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原来如此，从一开始你就是不是？是啊，从一开始我就在算计你。儿臣的义妹去的不明不白，父皇，儿臣宁愿免去王位，降为庶民，只求父皇给义妹一个公道。听说了吗？二皇子对自己的亲弟弟心怀积念，竟想趁罪，结果害死了七殿下无辜的义妹。
幸好七殿下逃过一劫，他可是天尊的徒弟，若真让二皇子得手，惹怒天尊，再降下天灾可怎么办？皇帝下令严禁讨论此事，可天下悠悠众口，又岂是禁令堵得住的？曾经高高在上的二殿下，如今人人唾弃。殿下，原属二皇子名下的几位大人求见，说愿投奔殿下。不见。还有几位武将也递了名帖，闭门谢客。二皇子名声尽毁，注定与皇位无缘。他手下的势力前来投奔我，而我只顾料理丧事，闭门谢客。皇帝最忌惮儿子势力太大，如今他成器的儿子只剩我一个，我自然要交出所有权力，从今日起不再上朝。殿下真要退？退才能进。朕召你几次，你都不肯好好说话。父皇，又哭什么？儿臣想回南方，那里清静。你是皇子，不是山野道人。儿臣只想找一安乐之所，侍奉天尊，终了此生。你走了，朕的江山托付给谁？父皇，你终于说出了这句金口玉言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七皇子李晨，德才兼备，仁孝恭谨，深得朕心。今立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，已成宗庙社稷。钦此。太子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送去给霍贵妃，内容是让父皇走得安稳些。二皇子那边呢？头归我的留，他手下的武将不肯归的，远远打发离京。死士和眼线已经布下，会牢牢盯住二皇子。好，听说他终日沉醉酒中，随他去吧。此生我们不会再相见了。这是不吉之兆。陛下真龙天子，才智征伐频繁，天尊来送胡。天尊方才赐下天命旨意，世间阳气太盛，阴气运化万物，谁知道反天罡，男极尊，女极卑，男子母腹所出，长成后反贬损女子，实乃宫里尽丧，由此降下天罚。方才飞沙黑云，天灾要席卷九州，天尊慈悲，赐我女儿身，以平息天怒。我任国师近10载，卜算未有一错。灾荒之时，我救过万民性命，百姓信我如信神谕。我说天尊让我变女儿身做女帝，此事荒唐，女子怎可？他们也不会。还有谁要多言？女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了，登基大典我恢复女身，你在群臣面前回你的时代，到时我宣告天下，你飞升成神，降星归位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你为什么认为我会留你一个人？朕才不会一个人，朕会有一堆可心人。小陈，可他们都无法当你的刀。如果我离开，你会孤单的。回去，否则朕下令全国追杀你。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系统已经消失了，因为我把回去的机会让给另一个人了。另一个人？没错，我让明义回去了。明义那么爱读书，一心想开办女子学堂。我在那个世界还有点存款，可以供他读个博士，教书足够了。而且我们那个世界女子是能上学的，而且她们读书很努力。而我留下来陪你一起守护着天下。小陈，娘出了太多血，元气大伤，活下来也是拖着病痛养这个孩子。娘被逼着生儿子，身体垮了，活着也没多大意思。娘知道你于药里最有天赋，放娘走吧。娘，我没有娘了。那时的我便有预感，我注定要孤寂一世。像是为了弥补我一生孤寂的遗憾，你就是从异世专门为我而来的亲人。我得留下来看住你，万一你哪天对二皇子念旧情，我总要劝你清醒。好了，不哭了。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个小哭包？又一个10年过去，天下太平，吏治清明，百姓和乐，田野丰收，女学兴起，百业繁荣，是为盛世。